One, two, three.你知道吗？以《狂沙10万里》、镖客3部曲、教会、四海兄弟、新天堂乐园、海上钢琴师等经典配乐享誉国际的意大利传奇电影配乐家，居然到了87岁高龄，才凭借与导演昆汀·塔伦提诺合作的电影《八二人》，终于拿下人生第1座奥斯卡原创配乐大奖。这位极多产的意大利作曲家一生从事配乐，留下600多部电影、电视配乐，被誉为最有影响力、风格最多变的现代电影音乐作曲家之一。莫利科奈的故事告诉我们，一辈子未必要为得奖才去努力，反而应该倾尽自己的全力，等待花开结果的时刻来临。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意大利国宝电影配乐大师耶尼欧·莫利克奈。若说好莱坞有称霸影坛40年的电影旋律大师约翰·威廉斯，那么在欧洲只有一人能匹配甚至超过他，那就是意大利金奖作曲家恩尼欧·莫利克奈。莫利克奈于1928年出生于意大利罗马，早年在音乐家父母的栽培下踏入了音乐创作之路。1946年莫利克奈从意大利历史悠久的 Santa Cecilia 国家音乐学院毕业，期间除了古典音乐之外，莫利克奈也受过各种音乐风格和形式的训练。然而他毕业后并非想象中的就从事了作曲工作，而是进入到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为广播剧创作背景音乐。直到60年代初，他开始与曾是同班同学的导演 Sergio Leone 合作荒野大镖客、黄昏双镖客、黄昏3镖客、狂沙10万里等好几部 Spaghetti Western 意式风格的西部牛仔片后，开始获得国际媒体注目而声名大噪，打开了电影配乐的新时代。但说莫利克奈是因为西部片成名就太小看他了。事实上，与莫利克奈合作过的导演，从金奖导演 Polanski 到 Bertolucci， 从新天堂乐园导演 Tornatore 到八二人导演 Tarantino， 都不止一次找过他。莫大师这一生最想得到的就是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他曾因为工作太忙而把邮差配乐转交给我的老师 Louis Bacalov 作曲，但却没想到我的老师正是因为邮差而得到奥斯卡最佳配乐奖。莫利克奈只能再度与小金人擦身而过。这么多年过去，莫利克奈仅在2007年得到1座奥斯卡成就奖，所幸在他离世前，终于以八二人站上2016年的奥斯卡舞台，拿到梦寐以求的最佳配乐奖。讲到莫利克奈最出名的电影旋律，就一定要提新天堂乐园。真正将莫利克奈打响全球的新天堂乐园，是导演 Tornatore 为忠于原著花了近10年的时间才重新整理出3小时的剧作。这部横扫无数国际大奖，包含1989年坎城影展、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与最佳电影配乐，其实讲述着一个很简单的温馨故事。2次大战，小男孩 Toto 的父亲被征召上战场，家里只留下母亲 Toto 和妹妹。调皮的 Toto 每天除了和朋友穿梭大街小巷嬉闹玩乐，最喜爱的就是去戏院看老人 Alfredo 放映影片。两人因此成为忘年之交。在某次戏院大火， Toto 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救出 Alfredo 却因此失明了。从此 Toto 变成镇上依赖的电影放映师，
也因为新戏院不再受教堂控管，以往被教堂禁止的亲吻拥抱镜头全部都能原汁原味的播放，令镇上居民雀跃不已。当 Toto 长大成为青少年时，他爱上镇上千金美少女，无奈在一次阴错阳差之中， Toto 错过了与情人见面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与一生挚爱擦身而过。在 Alfredo 的鼓励下，失恋又退伍的 Toto 决定离去西西里岛，追求自己的人生。在电影尾声时，已是国际知名大导演的 Toto 回到西西里岛参与 Alfredo 的葬礼，也和当年情人圆了未完成的心愿。只是30年后人事全非，曾经辉煌的新天堂乐园戏院如今破旧不堪。在一阵阵爆破声中，所有的酸甜苦辣过往仿佛随风而去。最后 Toto 播放着 Alfredo 留给他的陈旧胶片，在笑靥交织中，他终于领悟到 Alfredo 把人生最美好的礼物留给了他。相信许多观众和我一样，在看完新天堂乐园时早已泪流满面，久久不能自己。导演以3个半小时叙述这种平淡无奇的小城故事，可说是非常大胆的实验。但是为什么他敢冒这个险呢？因为电影主题曲的功力，让剧情得以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一般而言，每部电影都有主题曲与副主题曲2大旋律来支撑剧情精华，新天堂乐园当然也不例外。莫利克奈以清新感人的色调、干净简单的配器法和主题与变奏的曲式，诠释出一股纯真年代的怀旧感。在新天堂乐园中，2大旋律分别以钢琴独奏带出。第一个是 Main Theme 主题曲，描写着是平凡小镇的淳朴居民在这里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与令人怀念的岁月。另外一条则是 Love Theme 爱情主题曲，出自莫利克奈之子 Andrea。 而令人惊奇的是，除了失火片段、华尔兹和1-2段短暂惆怅片刻，莫利克奈仅以 Main Theme 与儿子 Andrea 写的 Love Theme 配完长达3个半小时的新天堂乐园。听到这里，大家不免会心想，大师你也真懒惰，只写1条旋律就算了，儿子帮你写另外1条也算了，但总不可能整部电影只用这2条旋律吧？我没骗你，莫利克奈就是这么做。所有高潮迭起的画面，包含小老百姓的心情刻画， Toto 和 Alfredo 的友谊与富家女的初恋，新天堂乐园的重生与摧毁，离开与重返小镇等。电影不是用 Main Theme， 就是用儿子写的 Love Theme。 而这样一部只有2条主旋律的电影配乐，最后竟然得到奥斯卡奖。莫利克奈是不是很厉害呢？事实上，这2条获得全球观众评审一致认同的旋律，是经过莫利克奈对剧本周密的设计。开场时，镜头定格在一张海边前的餐桌，此时配合片名《新天堂乐园》，Main Theme 以钢琴不断旋转的爬音缓缓响起，随之由弦乐4重奏带出有点感伤却纯真的主题曲。虽然此时画面没有动静，但是音乐已经成功的让观众知道，这是一个难忘的故事。当戏院新天堂乐园重新开张时，全镇居民热烈鼓掌欢呼庆祝。此时 Main Theme 以管弦乐方式再度浮现，倾囊演出。这是 Main Theme 的高潮点，并顺势引出下半部的剧情。Toto 在户外放映电影，边想着女朋友 Elena， 边碎碎念希望立即下雨结束这场无聊的放映。顿时雷声大作，雨水滴满 Toto 全身，
而就在此刻，Toto 发现嘴巴一温，睁眼竟然是 Elena。两人无视大雨滂沱，躺在地上尽情激吻。在 Love Theme 的全力推升下，许多观众认定这是全剧最高潮，也是影史最经典的吻戏之一。结尾时，大导演 Toto 拿到 Alfredo 生前留给他的胶片，从这些被剪掉的亲吻拥抱画面中， Toto 突然大悟，原来人生最大的礼物是爱。在不断重复、一直推升音量与渐进的节奏中， Love Theme 的戏剧张力不断被强化，也让观众的情绪沸腾到最高点。最后，音乐一气呵成，在 Fine 字幕中结束，全剧终。听完这两首主题曲，你觉得这对父子谁写的旋律更令人难忘呢？我常和观众开玩笑说，莫大师不是太懒，就是太天才，或两者皆是。新天堂乐园至少还有2条旋律作为创作元素，但是海上钢琴师却只剩下1条了。其实莫利克奈向来就不是以多出胜，而是把全部重心集中在1条无懈可击的主旋律上。海上钢琴师虽然没有新天堂乐园上映时那么轰动，但是从主题曲 Plain Love 看来，海上钢琴师的配乐策略更胜一筹。新天堂乐园有很明显的2条主题曲，但是海上钢琴师的所有配乐都源自于同1条。海上钢琴师的挑战已经不是写出比新天堂乐园更天籁的主题曲，而是如何以1条主题曲贯穿整部电影的魔高境界。由一个小喇叭手叙说，海上钢琴师讲着的是一个被抛弃在船上的婴儿，在1900年新年当日被黑人矿工发现而抚养。长大后，海上钢琴师用洋溢的才华感动他人，但为了坚守原则或无法克服自己的恐惧，最后死在船上。海上钢琴师是部关于音乐家的电影，自然需要大量的音乐，但是在这么多音乐中，如何才能凸显主题曲的霸主地位呢？这就好比一个美女，如果她随随便便第一时间就走出来，那么我们也许只会认为她长得还 OK 啦。但是若她能经过刻意的推迟而营造出更大的心理期待，那么当她真正走出来的那一刻，她就是个风华绝代的大美女。许多电影在开场第1分钟就把主题曲完整的道出来给你听，然而莫利克奈可不想就这样浪费他的创作结晶。从第1幕起，他就不断的延迟主题曲的出场时间。开场时，说书人坐在楼梯间，一边把玩自己的小喇叭，一边娓娓道出他与主角钢琴师的故事。此时毫无主题曲的踪迹。当说书人场景切入大船甲板的那几秒，有一串轻松悠扬的爵士喇叭响起。这短暂的音乐不仅提醒观众爵士在剧情的地位，也确认了小喇叭等于说书人的身份。在同样场景切换时，还有一串钢琴声响起。Nobody believe a single word of my story. 这个钢琴声就是电影主角海上钢琴师，但是主题曲还是没有出现。在这个场景，当众人见到自由女神像时，甲板声爆出热烈欢呼。
此时，荧幕出现了《海上钢琴师》的电影名称，而一直在低压酝酿的管弦乐团顿时被推升到最高点。主题曲《Plain Love》这时终于出现了。在长达170分钟的电影《Plain Love》以许多不同变奏与片段散布，从两大钢琴家的 PK 赛，黑人音乐 Soul， 代表大时代与海浪的管弦乐，晕船片段的华尔兹，众人起舞的意大利 Tarantella 舞曲，主角孤寂的夜曲等28种包罗万象的配乐，雕塑出渡轮上前往纽约去实现美国梦的各种人物心境。但是主题曲真正闪耀的 moment 其实是一段船舱内录音的场景。当时不耐烦的钢琴师正在录音，他转头一瞥窗外，忽然看到一个美丽少女由甲板走来，好像是看着他，又好像是看着自己的倒影。一时间，海上钢琴师被这个女孩的容貌与纯真给摄住了，原本从她手中流出的激躁爵士音符，瞬间融化成温柔的音乐情诗。这里才是 Plain Love 的绝美时刻。Morricone 不断刻意地延迟主题曲的完整出现，就是要等到这幕爱情降临时。而此刻 Plain Love 以纯粹的钢琴独奏完整呈现，也让海上钢琴师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为什么莫利克奈的音乐有这种魔力，能令人感动落泪、起鸡皮疙瘩呢？我想，除了归功于作曲造诣与歌剧背景， Morricone 融入许多人生经验，尤其是儿时体验2次大战的动荡与饥荒。善用特殊乐器虽是 Morricone 的强项，但要说到他无人取代的音乐天赋，该是懂得写出流芳百世的主旋律。在所有令人回味的电影中， Morricone 总能为爱情谱出更优美动人的音乐。这些凄美绝伦又悠远心碎的调性，无论用何种方式或乐器演出，都无法改变其失落惆怅的美感。这也正是听众无法抗拒 Morricone 的原因吧。对许多人而言， Morricone 的风格充满了漂泊沧桑，他的音符既世俗又纯真，既天籁又人性。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体验这些人生百态后，他总是能给我们一个最温暖真挚的拥抱。